有请节目主持人小川。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我们来看看今天请到了哪几位老师，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莎娜老师，欢迎莎娜老师。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华谊家庭的高级副总裁曲伟老师，欢迎曲伟老师。著名的节目主持人严品衡严老师，欢迎严老师。涂磊涂老师，来欢迎涂老师。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需要帮助的第一位嘉宾朋友遭遇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吧。各位请看。我男朋友是一个心很细的人，对我好的时候很体贴人，但他也特别小心眼儿，心就是玻璃做的。她很漂亮，我很珍惜这段感情。她处理事情总是不在乎我的感受，所以我们的矛盾越来越多。他特别爱吃醋，而且很多醋吃的特别没有道理，总小题大做跟我吵架，做过很多过分的事儿。我和他吵过的架是不少，我们都有责任。我就是太爱他了，有时候控制不住自己。我们俩闹分手已经闹了太多次了，感情都吵淡了，与其继续煎熬着，不如还是分手吧。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赵先生22岁，来自内蒙古学生；女嘉宾周女士22岁，来自天津学生。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年轻人啊！谈恋爱谈了多久了1年多了。谁追的谁啊？他。我追的他。哦，咋追的呀？一开始我俩只是一个学校，咱们不在一个专业啊。然后后来他就转到我这专业来了。我俩你是啥专业啊？我是水文专业。水文专业？对。哦，这姑娘厉害啊！然后呢？然后后来他就在我们班里，他算女生堆里长得比较出众的啊。女生堆里，你们班那个女生？因为我们这个专业本来就是男生多女生少。就是啊，然后她在我们女生堆里属于那种让我一眼就喜欢上的女生，然后慢慢我就追了也挺长时间的。多长时间？追了得有1个月吧。挺长时间是1个月是吧？千辛万难是吧？行，就成你女朋友了是吧？啊，怎么了？刚开始吧，他追我确实挺用心的，然后跟其他追我的男生特别不一样。哟，其他人怎么追，他怎么追啊？其他男生可能就是说喜欢我，然后我不同意就不追了。但是他就是属于追我，我不同意他还追，然后在一起时间长了以后，他就特别小心眼儿、玻璃心，一点小事就是特跟我争吵。他怎么个玻璃法呀？去年暑假他不回老家嘛，然后我就跟几个好朋友想出去玩几天。他知道以后就给我打电话让我回家。我说我不想回去，我想玩几天放松心情。去哪玩？去大连。不挺好吗？然后他就是让我回家，他就说如果你不回家的话，我就不吃不喝，你看着办吧。绝食。不是，你知道他们一开始不知道他们4个人出去玩的然后其中还有2个男的我不知道他跟那2个男的是什么朋友都是。关键我不知道他跟那2个男的什么关系他跟我解释是说从小到大玩大的朋友。对，那这跟你绝食有什么关系吗？因为一开始我就不希望他跟男生走得太近然后就希望他赶紧回家。如果是一开始他说他跟他妈或者他跟他姐出去玩，我也不可能有这担心法是，绝食了吗？后来我就1天没吃没喝。1天没吃没喝？你就回去了？不是，他妈还给我打电话，说那个我儿子1天不吃不喝了，让我跟他妈也没见过面，我就觉得真太尴尬了。这可不是太尴尬了，我感觉我虐待他儿子似的。他妈这跟你没关系啊。他妈那天给我打了3个电话，说我儿子不吃不喝，说要不然你跟我儿子说一下吧，说你要不然你回家算了。那主要一开始我以为我这样式做能让他说出于心疼我快点回来，结果他还是我这招没用，我只能把我妈搬出来了。最后他也是回来了。回了吗？回来了，玩了1天就回来了。就等于没玩呗。那你说他每天跟那2个男的天天在一起，那谁知道以后会发生点什么呢？哎呦，你个臭小子！行啊，这事儿你就原谅他了。
没有，就是把我气得够呛。回来之后我俩又吵了一架，回去以后，然后呢？吵的，但是也是我就揍他了。谁揍谁啊？我揍他。你还暴力呢？不是，就是挠1、2下。行吧，反正就原谅他了是吧？再往后呢？然后就是因为前男友那个密码的事儿，然后我觉得真的是女生嘛，本来大多数女生可能都记性差，比较懒。然后我俩逛超市，他看见我的支付密码了，然后质问我，我也跟他说了实话了，我说那是前男友生日，因为我不想骗他，但是我确实就是懒，记性特别差。那你说我哥们儿的女朋友咋都没这样过呢？他们在一起把前任清得特别干净。我跟你在一起，我从你身上还能看出前任的影子过来。但我就是记性特别差呀。我闹不闹心？我心呢？特别懒，一个密码如果时间用长的话，换别的，我再什么的话。不是你凭什么看人密码啊？我俩在一起1年多了，我看了你有10年，人家不让你看也不能看呀。我的密码都是他的生日，都我俩在一起的那一天。那是你自己愿意呀。那他也知道啊，那我看他不也很正常？知道啥呀？人家想让你看吗？我要知道的话也没毛病。你想让他看吗？我不想让他看。那你对呀，看见没有？我看着，但你确实让我发现了他的密码就是他前任生日。怎么了呢？我不高兴。臭毛病，这么大的小伙子。最过分的是，我感觉他就是像那种小人一样。那你就不能这么说。因为第2天我们2个去图书馆的时候，我也挺困的，就睡着了。等我醒来的时候，想给舍友打电话，我发现那通讯录的名称全让他改成了“我恨你”，1、2、3、4。因为我觉得他通讯录里可能还存在他前男友的联系方式，我心里过意不去这事儿，我就所以。手机让你改成那样，你是不是有病啊？后来你又原谅他了？后来对。然后后来吧，后来从图书馆出来之后，我俩也是吵了一架。当时他气不过我，他脾气一上来，从地上找了一根木头棍子追着我就满教学就打了。我俩现在一吵架他就动手。行了，为了你的人身安全，你们分开吧，这样比较好，是吧？姑娘，我看是一心一意要跟他分手，是吧？这小子还做过什么过分的事儿吗？跟他在一起，我连喜欢偶像的权利都没有。什么意思？就是我偶像是韩庚然后他公布恋情以后，就在朋友圈发了一个就特别失落的朋友圈。他看见以后，他就也你发了个朋友圈说他恋爱了，你很失落，是这意思吗？然后呢？他也发了一个，说我朝三暮四。女明星有新恋情，你都得发个生日，说你以后不能嫁给他了。那一个看不见的摸不着的明星，你是跟我在一起待的时间长，还是跟他？那我喜欢偶像多少年了，你也不是不知道，跟你在一起才多久呀？咋的了还不能喜欢偶像了？那我朋友圈里都是咱俩，你朋友圈里冷不丁就冒出一个男人出来。他有想法，不是人家也没有吗？你吃这干醋，你哎呀！反正我这你真吃醋啊？真的。就那个跟男同学去出游什么的，我觉得咱们可以拿来讨论讨论，对吧？你这有个，这不就是个情绪表达吗？
他那天拒绝我了。不是你没说要干嘛呀？你只是说咱俩别吵了呀。是我说别吵，然后我说对呀，他说起来吧，就不吵了。然后我那意思就是说现在我可以给你个承诺，以后我们将来结婚。你说了吗？我说了。然后他说什么？他就说起来我们回去吧，反正他的意思就拒绝我了。没拒绝呀，这不算拒绝呀。啊，真拒绝我就一个人就拒绝你了，怎么着了？我就一个人开车回去了。一个人开车回去了？他把我给丢在那儿了，我所有东西还在车上呢，然后他就开走了。花呢？花，他带走了。啊，你把你的道具又全拉回去了。行。后来呢？后来就是回去之后，给他打电话，我说分手，他就不行，又死拽着我。啊，那到后来到了，因为什么分了1、2个月呢？现在？因为我想出去接活动的时候，他总是不让我去，说是怕是有别的人对我有非分之想。啊。然后就一直死拽着我，不让我出去。我就觉得跟他在一起，连自己喜欢的工作都不能接。然后平常出去弄头发什么的，弄头发啊，他也跟着我。我那还不是放心不下你吗？不是，你又不放心你一个人在外面，怎么了？有错吗？不是，他做个头发又怎么了？因为理发师是男的。就是这个世界所有的男人。我觉得这个还不算特别过分的。我学车那会儿，他以为教练是女的，然后知道是男的以后，他就跟着我去了。他那儿他也没有待的地方，他就带一个小马扎坐那儿了，监视我，跟看犯人似的。小伙子，太累了吧？因为我是一个特别没有安全感的人，我就觉得我的东西，包括我的女朋友，别人看一眼或者怎么样，我都心里不好受。我都希望她是只能属于我，不能属于别人。她这么漂亮，出去肯定有1、2个男的会对她怎么样的。我一想到这儿，我就觉得我必须时刻在她身边，我得保护她。哦，这是我的想法。所以你害怕了是吧？其实我觉得跟他在一起，他保护我，然后对我各种好，我觉得心里还是挺有他的。而且分手之后吧，我也挺难过的。但是我一旦想到如果和好他还是这样，我觉得还是先分开一段时间。那我不是因为太爱你我才会这样？行吧，那怎么办呢？我们问问老师们的意见，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刚才在听你讲的时候，就帮你总结了你几个关键词，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哈？第一，你是一个非常敏感的男生，然后呢，你又是一个没有主见的男生，你还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男生，但是你又是一个占有欲极强的男生，所以你就是典型的妈宝型的男孩，就是你总觉得我不论出现任何的状况，后面都有我妈撑着。最后一招我就把我妈搬出来。她出去玩，你打电话逼她回家，你先绝食，绝食要不行的话怎么办？把妈搬出来了。还有就是他这个偶像问题，就你都分不清现实和非现实的状况，所以足以见得你是一个多么没有主见的男生。如果你一直是以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话，就想我要拴住你，看住你，你是永远看不住任何一个女人的。这个世界上除了男人就是女人，你难道只让他每天活在只有女人的地方，没有男人的地方吗？可能吗？所以你要调整你的状态。如果你要是一味这样下去的话，你挽回他基本上是没有希望。接下来说女孩，其实你也有问题，你也不成熟。为什么？无底线的原谅啊，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认清楚他自己的错误在哪，或者你干脆都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承认到自己有错。只要说一句我错了，一哭，哎呦你就心软了。所以你的无底线的原谅造就了他今天对你的死缠烂打，并且不知悔改。所以你也要坚守自己的底线，要有坚决说不的勇气，好不好？好，谢谢。女孩问一个问题啊，为什么每次他这么过分的举动你都会原谅？因为他有一双鞋穿了1年，但是那天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我生日的时候给我买了3双，
就是那种特别好看的鞋。所以你觉得他为你可以什么都不要？但你错了，钱也不是他挣的，那不是他的东西。他真的这么在意你吗？他在乎的是自己那份感受，他不在乎你的感受。他动辄就可以幼稚的这种自残啊，甚至不顾后果的一些行为，归其原因，他只在乎自己。你只是成为他自己东西的一部分。你其实也不大，你也不成熟，你会被他这种无理取闹啊，也陷入一种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当中。你还伸手打的，你以前也会动手打你的前男友吗？不是，他是第一个。你觉不觉得有些行为是认识他之后才有的？对。慢慢才形成习惯了。哦，你这么控制不了自己，那我也控制不了自己。所以你们俩是互相传染的，都无法控制自己正常的情绪，管理不好自己。同时呢，不知道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事情。任何一段恋情当中，如果迷失了自我，就是不健康的，势必会分开，而且会造成彼此的伤害。所以啊，先要管理好自己，学会控制自己，然后再用真正的那种爱去吸引对方。管是管不来的，求也求不得的。你越这么做，越相反，他会越讨厌你，是这样。小伙子，你说了一句话给我印象特别深。这怎么可能收获美好的爱情？所以固然我们青春的爱情会有伤痛，但我希望那是能让我们成长的伤痛，而不是你们这么恣意妄为的去挥洒自己的青春。恋爱需要用的是脑，不是用手，也不是用堪。谢谢。注意到女生一开始说的一句话，她说她是所有的男生当中唯一一个我拒绝之后依然坚持追我的男生。你认为这是一种执着？他所谓的执着是附有条件，前提条件就是你按我的标准来，而这种标准会让你不快乐。你愿意放开你的标准吗？让他跟男士正常交往，可以吗？其实你内心极其自卑。我不说你们谁对谁错，我只说一个词：性格底色。性格底色是与生俱来的，他的性格底色当中就有女性思维。所有那种喜欢死缠烂打、喜欢有控制欲的男人都是女性思维。你的性格底色就是不羁。一个人只要自己不能超越自己，他就去不了自己性格底色当中灰暗的那部分。你们俩是不适合在一起。即便因为所谓的3双鞋子的感动和某一瞬间你所认为的执着，两人绑在一块也是不快乐的，就像现在一样。而时间一长，人的承受是有底线的，超过了这个底线会崩溃的。到那个时候，你痛他更痛。
所以我认为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性格的问题。你们俩超越不了自己，你们俩还这么年轻，应该找一个合适自己的。当然同时自己对于自己的性格当中灰暗的那一面要有所引导，有所控制，好吗？对不对？听明白了？啊，能改吗？慢慢改。分手吧？不分手。分不分手不决定于你，他还有意见呢。所以学会在恋爱当中考虑那一半的感受，特别特别的重要。我希望你能够尊重这位女生的意见。她说咱分开，像个男人一样的走开，别再纠缠了，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觉得有时候可能说管你管的太多了，因为这可能限制了你的一些自由，你感受我有时候没有考虑的到位。以后我会改掉我身上的一些对你的约束。其实回想起我们以前还有很多甜蜜的时光的。那你也要知道，我这么管你，只是因为我太爱你了嘛。最后还是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我们和好了。谢谢。谢谢两位，请回啊！谢谢你们。来，请关门，请开门。我觉得我到台下之后还会再把他追回来的。啊，你试试吧。好，谢谢你，请回。这么年轻，你让他在这个现场就低头，不太可能啊。希望今天老师给他们的点拨，他们能记住了，因为有多少青春可以在这种荒唐当中去燃烧呢？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和他最近都准备结婚了，结婚照都拍了，可这段时间他常常提出分手，我不知道我们之间出了什么问题。对于我之前的孩子，他以前说他不介意，可是我越来越觉得他根本就不接受。我可以挣钱养家，挣钱养他，但我没有义务抚养他之前的孩子，而且我的经济水平真的负担不起。他和他们家就想早点结婚，让我给生个孩子，还逼我减肥。我觉得我现在应该再重新考虑考虑结婚的事情。我的年龄已经不小了，家里的侄子都有了孩子，我到现在还没结婚。我和我父母都很着急，我就想知道他怎么想的。你究竟是怎么想的呢？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掌声有请。男嘉宾张先生39岁，来自河北个体；女嘉宾张女士32岁，来自河北无业。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是准备结婚了是吗？是，我结婚照已经照了，完了忽然之间他说跟我闹分手，不和我结婚了。认识多久啊？照的结婚照？认识已经快半年多了，照的结婚照。认识半年多就准备结婚？不是，认识1年，然后半年之后照的结婚照。小片里头说您没结过婚？是，我没结过婚，之前是处了几个对象啊，我特别是重感情那个人啊，总是女生把我抛弃，我心里特别难受。您是有孩子是吧？对。离异吗？还是？离异。男孩女孩啊？男孩。哦，所以小片里面就说了哈，说结婚以后你们家想快速的要个孩子，是吧？是。啊，你愿意要这孩子吗？我愿意要，但是他现在的态度我有点失望，所以不想跟他结婚现在。哦，小片里也提到了是吧？对。说一开始接受你的孩子，现在不接受了。对。那你孩子现在跟谁呀？现在在跟我的前夫呢。为什么以前接受人孩子，现在不接受了呢？一开始认识他的时候，他离婚有个孩子，我也是知道的啊，不出抚养费，归他前夫管。有一次呢，他想看孩子去，跟我要300块钱，母子情深嘛，我也给了。第二次又去看孩子，给500，我又给了。第3次
说要1000，我心里有点不大对劲。我才一个干装修的，1个月才是5、6千块钱，我养你，我还得养父母，还得租房子，这1000块钱我可以给。但是孩子已经10多岁了，隔几年要是上大学，我又得开支，这些钱我是越掏越空啊。哦，是担心未来支付不起是吧？干嘛您不工作呀？因为我之前也是有工作的，做服务员，但是我上班的时候他就不愿意，因为我上班的时候就得化妆啥的，就是穿衣得漂亮点的嘛，穿的整齐点的。当时他就不乐意。我就不喜欢你那种花枝招展的，让我看着不顺眼。不是，人家做服务员稍微简单的化一下妆，怎么就花枝招展了？你怎么就不顺眼了呢？他以前说我不打扮呢，不是人家出去工作了吗？肯定要稍微捯饬一下嘛。所以你不让他工作，你是害怕他跟别人跑了是吧？对，害怕跟别的男人跑了。他不需要我上班，我可以不去上班啊。但是现在他连我回家看孩子，他也不愿意。那为什么不让人回家看孩子呢？一看孩子的时候，我肯定见到陈小屋，我心里就特别不得劲啊，吃醋是吧？特别吃醋啊。结婚谁提出来的呀？他提出来的。现在不想结了？现在我不想结婚。他们家人对我的态度也不是很好啊，因为我毕竟离过1次婚嘛，有个孩子，而且还有嫌我胖。谁嫌你胖？他父母，因为他也这么大岁数了嘛，想赶快结婚，然后生个孩子啊，然后现在就一直催着我减肥，然后跟他生孩子嘛。哦，所以他们家娶你过门是希望你能快速的给他们家生个宝宝，是这意思吧？对。照的相拖的现在没领证啊？对，没领证。当时是打算领证了是吧？当时是考虑领证，但是因为现在不是马上要结婚了嘛，我想把孩子带到他身边，让他见见嘛。但是现在他对孩子的态度我挺失望的。放寒假的时候嘛，我想把他带到身边待几天嘛，然后当时他也是同意的。但是接到孩子以后呢，他就把我们娘俩往家一扔，他对孩子这个态度。就让我感觉他从心底里都不接受，所以我现在我不想跟他结婚。所以你嫁给他的前提是要他接受你的孩子，是这意思吗？你接受不了是吧？他一开始说他没有这个抚养权，给孩子没有这抚养费，后来是跟我要钱。他一回家看孩子，毕竟见他前夫，我非常不满意。我想说他有我自己的孩子。不是，你们俩可以有你们自己的孩子。那个儿子是他的儿子吗？是。他有没有权利看那儿子呀？我就特别反感生活。不是有还是没有？有不就完了吗？你反感有什么用啊？那这就是他现在的条件吗？我跟他说了很多次了，我跟我前夫见面的时候，只因为孩子嘛，因为我前几年离婚，当时对孩子造成也挺大的伤害的，所以我现在就想。对孩子有一点弥补吧，能尽到我所做的。所以你推迟领结婚证或者不想领结婚证，是觉得你没法弥补孩子，是这意思吗？对。那你就跟他提出分手呗。我也想跟他分手，但是他对我吧也挺好的，就是唯一在孩子这方面。
相处半年，这不是又相处了半年吗？所以我现在我不想跟他着急结婚，想多了解一段时间。哦，所以你的想法是要再了解了解。对。男生的想法是觉得我都通知亲戚朋友了，我这事儿不知道该怎么做了，是吧？对，我俩已经结婚照也照了，亲朋好友都知道我这事情，酒席也定了，父母挺着急的，父母都70多岁了，也都是想看看自己的老儿子有个自己的孩子。行，明白了。好吧，老师们看看啊，该怎么办呢？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其实就是没有生养或者养育过孩子的人，他有的时候没办法感同身受的理解作为父母对于孩子的那种牵挂，更没办法理解孩子对于母亲的那种依恋和思念。你明白我说这个话的意思吗？就是你现在不理解他的这种处境和心情，是，那是他的命根子。就像你们之后会有自己的孩子一样，你们的孩子对他来说也是命根子，所以你也要允许他去对他曾经的那个延续的生命去负责任。你不是介意他给孩子付抚养费吗？管你要钱吗？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介意他回家去跟他前夫见面才能看到孩子，你介意这2点，我们来解决。我说一个方法，你看你能不能接受得了？跟你要钱这事儿，从此以后只要花在他孩子身上的1分钱都不管你要了，好不好？可以。但前提是你要让他去工作，这可以吗？可以。第二点，不想让他跟前夫见面，好，规定孩子见面的时候来到你们2个人的家，你给他们母子独处的时间。我刚才说的这2个方法可行吗？你觉得？可行。我要跟你说的是什么？其实你明白一点，就是靠天靠地靠男人不如靠自己。如果你没有自己的价值的话，没有在这个社会上的价值体现的话，你最后连自己的儿子都看不了。所以先出去找一份工作，当你有了立足之地的时候，就没有那么没有话语权了，好吧？兄弟，我必须要跟你讲清楚啊，从相识到结婚中间这有一个环节啊，男女之间它是恋爱，对不对？就经过这种爱慕啊、互动啊，了解对方。如果对方是自己今后能够志同道合走在一起的，才结婚的。同样还有一种结果就是，如果觉得我们之间有很多的问题不能调和，我们就可能分手。但这并不是说抛弃你、甩你，咱把心态放平了。咱回到说你和女友的现在这件事儿上，第一，你说的明明白白的，你给女朋友在恋爱之前就吃了一颗定心丸，说我不介意你有儿子，对不对？这是你说的吧？你这么做了吗？你没有。你很反感他的孩子。如果爱人说出了反感我最亲的骨肉，你觉得他会怎么想？现在结婚与否不在于说我们是否拍了结婚照了，我们时间是否原先定下来了，重要的是这个你想跟他结婚的人还想不想跟你结婚了。如果说你对孩子一点都没有爱，反射到你对这个女人也没有太多的爱。如果你深爱她的话，你一定会爱屋及乌的，她深爱的东西你一定会去呵护的，你不可能有反感在里头。所以不要欺骗自己，不要走形式，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先做到这一点，用行动做到，然后再谈结婚的事儿，就这样。山苏鹤女士，当初你跟这个男人在一起时候，你是不是告诉他这个孩子归对方抚养，你啥都不用管？对。
谈过男朋友的，你们俩还是算了吧。你们俩都是带着实用主义来看待婚姻的。有一个概念你大概要理清楚，他最开始跟你说不在乎你的孩子，对吧？你理解错意思了。他所指的不在乎你的孩子，不是不在乎你有孩子，而是不在乎你生过孩子。这是两个概念。你生过孩子，这个孩子跟你没关系，他不在乎。但如果你现在还有孩子，并且要负义务，他就是很在乎的。另外，他还在乎你能不能生孩子，并且愿不愿意为他生孩子。他之前跟那前几任所谓的女朋友无疾而终，这个男人的想法就改了，只要娶一个能生孩子的老婆就成了。另外还有一点，在这段交往当中，最开始你是骗了他的。你在跟这个男人在接触的过程当中，你不断的在试他的深浅。你为什么后来你可以说孩子的事儿啊？你为什么后来提出说我要去看孩子，并且结婚，就要答应我接受孩子的条件？你也在不断的试他的深浅，试他们家庭的底线。你们两人都带着这种实用主义去看待婚姻，用所谓的条件来衡量婚姻的筹码，你说你们俩能过到一块儿去？心比心嘛，不能什么事儿都咱合适了。一起进入真情60秒。以后，我希望你对我的孩子能接受，这样以后咱俩才能完美，我才能跟你结婚。我也会稍微有所改变的，我也会努力减肥，然后有一个咱俩自己的孩子。我以后也对你的孩子有所改变，我对你更加百般好。你要是真能接受他孩子，你就出来，好吧？你要想清楚的是，是不是这个人真的能如你所想的那样，是你和你儿子后半辈子的依靠和依赖？想清楚，好吗？谢谢你，请回吧。来，请关门，请开门。就在一起，谁让我们相遇？以后的日子，我们一起相依。我会牵着你，我会送动你。来，有请我们的小话筒，有请。好，谢谢。来见证属于这对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来，行了，好好的吧，要好好听老婆的话吧，回去吧啊。
距离来填满回忆。在爱里等着你，未来变得那么清晰。在爱里，希望他们满怀感恩的去善待对方，因为在他们最需要一个依靠的时候，对方出现了。希望他们能好好的互相靠在一起，面对他们共同生活的难。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拿出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京云 Ap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师进入到京云中央厨房。有网友提问说，我和妻子婚姻维持了5年，因为一次大吵之后，我竟然动了手，于是我们离婚了。离婚之后才知道她已经怀孕。如今呢，我的前妻怀着身孕，却迟迟不肯原谅我。我想和她复婚，该怎么办？你用了这么激烈的方式来对待她，当你举起拳头那一刻，就应该想到，你从此很难再被她原谅。这个女孩如此的刚烈，怀着你的孩子毅然和你离婚，可想而知，这场原谅与被原谅的赎罪之旅将是多么的艰难。但这是你自己的选择，你要负责任。所以，也许时间是唯一的解药。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的陪伴和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